各位早安，欢迎来到柚子的日本生活。然后像今天柚子的目标要去自由之丘，为什么要去自由之丘？是因为之前我来东京的时候，很久真的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去到自由之丘，因为光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会让你觉得那边环境啊、气氛应该会很不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天气也是艳阳高照，非常的不错哦。如果幸好幼仔来的时候不是夏天，因为幼仔是真的蛮不喜欢热的。好像秋天这样子，有点晒太阳，然后天气又凉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日本逛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然后要去自由之丘比较麻烦，然后先到中目黑，然后再转站。柚子现在出站到自由之丘了，你想要从中目黑直接就坐对面的车就可以直接过来，其实还算方便。然后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月台哦，这个月台不禁又让我想起台湾的月台，可能是精致版的台湾的月台。那这个角度看过去，可能就是把罗森那边改成一般的台湾的那种杂货店啊，然后椅子再改一下，然后各个字体啊，还有那些围墙改一下，可能就变台湾了。是有一点台湾的既视感。然后现在幼仔终于如愿以偿到达自由之丘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之丘车站的真面目。可以看到这边铁路的另外一端，哇，那街道真的很漂亮哦。不过最主要也是因为今天天气也是蛮好的。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家萨莉亚，我日本的朋友就跟我说，我跟他说东京开销真的是还蛮大的。他跟我说，你要是要省钱，就可以餐餐吃萨莉亚。过来看一下价位，还真的嘞，价格真的还蛮便宜的，大概400日币换算一下，大概台币80-90块吧。而且又可以吃到，看起来又这么精致，又有点丰盛，好不好吃又看个人啊。那真的是蛮推荐，就是要省钱的朋友，也是可以吃萨莉亚，在日本这边。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店哦，哇，它门口摆了这个意大利面，又看起来很屌想让人想去尝试。好像是卷起来的蒙布朗吧，意思好像是这样。把它单品才980块而已，就是怕吃了就是吃不好这样。那我们现在在看到这一家咖啡店呢，它卖的意大利面，价格也跟刚刚那一家差不多，所以幼仔应该可能刚刚那一家也会列入考虑名单吧。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些卖花卉的店，会让这边的风情会更有法国的感觉、欧洲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往前走，可以看到，前面又必须要等车了。所以说，自由之丘这里，其实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每天等这个车会觉得很烦吧。那对门外地人来说，就会觉得，它跟地景融为一体，就会变成一个艺术了，就看了就会想拍这样。如果你有去过香兰那边拍过他们的电车的话，拍过他们平交道，你肯定这个看到你会忍不住会想拍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横滨拉面家系的拉面啊，我觉得横滨拉面有点像宝可梦那样哦，就是它有一个图鉴，
到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横滨家系，然后后面有不同的中文名称，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如果想要收集横滨拉面家系的拉面的话，哇，这每个地方都要跑，每个地方都要吃，但是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我目前走过来是觉得那个欧式风情啊，是还没有很明显，可能是因为路上招牌字体都是日文吧，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说很像来到欧洲的感觉。然后柚仔现在先回到北口车站那边，先去吃个午餐好了啊，因为肚子是真的饿了。然后刚思考了一下，觉得去吃刚刚那一家立起来的意大利面好了，觉得它真的是还蛮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面哦，看起来有点干，可是它的样子就是还蛮有趣的，所以应该还是算值得吃一次看看吧。那现在吃完刚刚那一家意大利面之后，柚仔的心得是说，感觉待会可能还需要再去吃萨莉亚吧。然后这几天日本这样住下来哦，真的是觉得日本就是少了像台湾那种平价的便当店了。啊，可能你外面看到的那些卖餐饮的店啊，他们吃起来就像是我们百货公司那一种餐点的价位吧。都比较像是套餐店那种的感觉。啊，通常我觉得800日元以上或1000日元以上的东西就算贵了。如果你想要吃的便宜的话，大概就是500日元以下的吧。500日元以下的东西大概会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可以接受的价格。可是他们的这种东西又正好就是在日本的超市才有啊。所以说，简而言之，就是日本的超市就是我们台湾的路上可以看到的那些便当店卖吃的小吃店这样。光之街，自由之丘的光之街。还有今天来是真的有光哦，要不然如果你是阴天来的话，就真的是看不到光了。结果这边光之街逛下来，它其实比较像是比较传统的商店，比较老一点的商店街的感觉吧。啊，卖的东西可能都比较以中年妇女会喜欢的东西比较多。反正真的是这个街的名字真的取得蛮好听的，感觉很有朝气。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左右两侧的东西。然后自由之丘的话，我目前逛下来是觉得这边人没有这么多，所以逛起来还是算蛮好逛的。可是缺点的话就是说，路上车子就是真的还蛮多的吧，因为它的路其实有一点窄小。然后甚至还有公车会出入，所以自己在路上走也是要小心。然后虽然说日本比较没有人骑机车，可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骑脚踏车的人，因为脚踏车它也是有时候骑的它那个方向都不太规律吧。你要是一个不小心，有可能会跟他们发生车祸。不过就死不了就是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条街后。它的店家招牌就比较多英文的，就比较像让你置身于稍微一点像在国外的一点点感觉。然后可以看到街道两旁都是还蛮干净的。然后现在柚仔目标是要前往去小意大利拉比塔，所以这条街的话就是必经之路。好，之后再带大家看一下。哇，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梯子也很酷啊，可以直通3楼。看起来很方便。可以看到这一栋建筑，哇，真的相当的漂亮。好，再来，终于看到这个拉比塔了。那我们可以进来稍微看一下它里面风景。哇，是真的还蛮漂亮的，有那种这个
日本小威尼斯的感觉，比较意大利风情。可惜是旁边这个杠多拉船是盖着的，不然的话整个风景看起来会更美。然后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意大利的全貌，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刚小意大利其实那边拍照景点还蛮好，可是就是现在下午的光线不太好，所以拍起来整个人就是会暗的，所以就是需要一点摄影技巧才能拍出好照片。我们之后再继续往回头路走，可以看到两边风景这样往下看，其实还蛮漂亮的，也是一个下坡路。然后虽然说缺点就是3不5时都会有一些车子啊、脚踏车骑过来，所以就是要注意要走两旁就对了。然后最后幼仔跑来这边吃日式料理，因为刚那个意大利面啊，说真的吃不太饱，更像是点心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哦，很有日式庭园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柚子今天的午餐哦，这个价钱700日元而已啊，它叫 Tokoronde， 它就是凉粉，其实就像我们那一边的米粉吧，可是它是凉的这样。不过就是先不管这些，就主要是拿来充饥一下吧。让我差一点就要走去吃萨莉亚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日本这个郊区的公园啊，自由之丘的小公园，哇，是真的看起来很干净。然后里面的设施虽然说比较简陋一点，可是它至少公园看起来就是有一个秩序在，就不会太脏乱这样。然后再加上这种秋天的天空之下，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听说这个公园的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哇，喷好高！他说就是不要直接嘴巴这样直接对下去喝啊，最好是用手这样扛着喝会比较卫生一点。接下来幼仔来到这一间叫西罗的店，里面有卖很多化妆品，还有很多一些乳液啊，女生喜欢的一些东西。不过通常价格都比较贵了，就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条街是真的还蛮漂亮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然后幼仔接下来的目标要去吃那个冰淇淋。我刚之前好像看那个旅游书吧，还是网络上介绍说这边也有一家冰淇淋不错吃，不过要稍微走久一点的路就对了。然后接着路途中幼仔发现有趣的东西了，可以看到这房子哦，这个树都长成这样，很像我们人体的身上的一种东西啊。然后没关系，我们再慢慢往前走。哇，可以看到日本的街景是真的很漂亮。这边如果找前面那2台车，整个哇，就是一个一点透视很漂亮的一个构图。可能说就是人家的国家就是做的人民的素质比较高，然后都市规划又有先设计好，有东西也都做的比较整洁、干净。所以他们整个风景到哪边看都会让你不自觉想要拍一下，因为真的都像一幅画一样。然后真的走了快20分钟哦，然后幼仔终于到这一家网络上说卖冰淇淋好吃的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淇淋哦，从北海道江别，好像主打是从北海道江别那边的牛肚做成的，看起来色泽就很漂亮。然后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如传说中软不软。
然后吃完刚刚那一家冰淇淋，柚子觉得其实还蛮像全家冰淇淋啊，顶多就是牛奶口味这样子吧。然后其实的话，今天自由之丘逛下来，柚子是觉得，自由之丘这边步调可以放比较慢，会比较自由慢活一点的感觉啊。就是真的路上行人就没有这么多，你就可以放慢一个 pace 这样。不过它的缺点就是有一些路比较窄，然后可能就路比较小嘛，然后有时候就有汽车跟脚踏车经过，尤其是脚踏车一定要还是要注意一下，不然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人会撞上。好，接下来柚子这边吃完之后，其实我后来又去 Google 地图查一下，知道是那家Hokkaido Ren的那一家牛奶冰淇淋才对啊，刚错过，结果不小心谷歌搜寻到吃到这一家，不过也是不错的。一路上我看了很多日本的房子，然后看了其实都也是让我一饱眼福啊，就很多日本房子真的都有些民宅啊都很漂亮，都很干净这样。然后现在柚仔要准备去坐车了，下一个目标要准备去中目黑。然后刚柚仔不小心坐错方向，现在终于所以比较晚到一点中目黑了，不然可以早一点让大家看一下中目黑的白天啊。接下来到这个中目黑车站了，然后柚仔晚餐吃这一家这家佐伦黑轮。我们在那个中目黑这边很有名啊，然后刚点了一下，已经破1500了。那可能过几天柚仔要吃泡面了。我们可以看到我点的这个炸鸡翅，竟然是浓在汤里面的。这在台湾我都没有吃过像这样。然后柚仔刚吃完那一家左门竹轮的，老实说，它的白萝卜真的是超级好吃啊！它是那种硬硬的白萝卜，然后你只要沾上酱料就会很好吃，不是那种太软的那种白萝卜，那种就会真的是很难吃啊。可是就是真的有一点贵啊，就是它进去还要再低消一杯饮料吧。你要点可乐啊，或者是酒也可以。刚刚点一点就哇，1600多日币了。那可能过几天柚仔就要吃泡面了，因为我也是有在控制开销的。如果你是手头比较多的人，就没有差，就无视我刚讲的那些话吧。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中目黑，它就是一个高架桥下面的车站。就可惜现在柚仔来的不是樱花季了，不然我以前来日本的时候是樱花季来的，哇，那个樱花真的是盛开的超级漂亮，就随便拍都可以当桌布了，要稍微修一下图就行了。接下来柚仔要准备去唐吉诃德，要去买一些必要的东西啊。然后柚仔又不小心被超市吸进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日本的超市卖的东西真的还是蛮便宜的。这边了不起，贵到430日币吧，然后很多大概都300多啊，虽然说也有500多的啦，然后有200多的，哇！如果真的是在日本要省钱，真的吃超市会比较省。虽然说有时候吃微波食品对身体也不是很好啊，可是真的是日本的超市就比较像我们就是平常去工作的，在台湾去工作的时候看到那一些餐饮店啊的价格啊。因为我相信，如果一餐吃200-300块，然后一天就1000块了嘛，一天就差不多就快1000块，然后这样哇，一个月可能你的吃喝就花3万块了。然后我们台湾薪水又是日本的快1/2吧，所以让你在日本人会比较吃不消，除非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当我们他都可以无视我这些话，对。所以我今天刚柚仔吃那个黑人，我都觉得自己奢侈了，讲真的。
再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日本的便当的超市便当价格，500多日币左右而已啊，就真的还蛮合理的，而且分量也不会太少了。如果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这一家超商就好了，那我每天就吃喝就比较不用在那边很犹豫要吃什么。当然超市也是有卖比较贵的食物，像这个寿司就有贵到1000多的，可以看到这边。不过也相对做的比较精致，便宜的也是有，那就看个人取舍，自己想吃什么。然后泡面的话，柚仔真的是强烈推荐，如果不想吃到雷的日本泡面吃到雷的话，可以吃这一款 New Touch 的。它真的在日本也没有卖的很贵，在300日币以内可能就有找了，而且又大碗啊。重点它的面条又做的又很像日本的拉面的感觉，又很棒。不然像有的日本的泡面柚仔吃下来真的是有的还蛮像台湾的。有几款吃起来蛮像台湾那种面条，就真的不好吃了，而且有比台湾的更难吃的。那个 New Touch 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 New Touch 漆面的。然后柚仔拍一下我刚刚逛的超市，是这一间 Tokyo Store，这东西还蛮多的，给那些未来想要再来日本买东西的人参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中目黑著名的樱桥旁边两旁樱花的盛况。现在是10月嘛，所以你看都没有什么樱花。可是它平常就是大概就是长这样啊，可以看一下，几乎就是一些绿叶。就来这边柚仔蛮怀念以前有来这边一边喝着那个草莓酒啊，一边在那边散步，真的是这边赏樱真的是还蛮浪漫的。可惜刚去了超市一趟都没有卖草莓酒啊。这边可以看到目黑川3个字的告示牌。然后其实来逛这边的话，可以一边听着那个咪娃那一首歌啊，那一首目黑川吧，就真的也是很好听啊，会有更有意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开樱花的目黑川也是很漂亮哦。那两旁的树真的是有为你展开这样。之后来到柚仔间的最后一站，那个唐吉诃德。那我之后有空还会再逛一次中目黑，还有代官山这一带。今天可能就是最多先逛到这里就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脚踏车其实停在人行道旁边也是没有关系的。这其实让我想到台湾机车有时候也会停在人行道，其实这讲究人性吧。然后首先进来这间唐吉诃德可以看到这个水族箱啊。哇，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了，而且是真的哎！刚柚仔还以为它是假的模型放在水里面。然后像柚仔这次来唐吉诃德的目的就是主要是要买万圣节的服装，因为明天这边就万圣节，所以在想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服装我也可以打扮一下，因为人生有机会在日本过万圣节是机会很少。然后柚仔刚也是忍心花了点钱，到那个唐吉诃德买了一些变装道具之后，现在是到了一家中目黑最有名的星巴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外观，哇，真的很气派啊！里面就像是一个小型的音乐厅一样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星巴克，进来看一下。哇，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咖啡机啊。然
然后里面用这个管子的感觉，就像是有点像音乐厅的感觉了。然后再往上看，哇，超美的，像一棵树伫立在这边呢。然后因为刚在那个周目黑的唐吉诃德，那个幼仔想要买的东西，结果被人家买走了，所以现在幼仔就是快步前往涩谷的唐吉诃德，因为比较近，只要走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去看有没有我要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高架桥，这个下面这个匝道啊，还有这个道路啊，就还蛮像台北的风景。然后右仔现在已经走到倒悬板上了，可以看到前面都灯火通明，那边就是涩谷的闹区啊。这一次从中目黑走到涩谷，对我来说也是蛮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而两边距离其实也不会近，不过有一些上坡需要爬。然后走了一段路程哦，终于右仔已经到这个唐吉诃德涩谷店了。哦，要不是刚中目黑有人买走我的东西，我就不会过来。然后幼仔现在从涩谷的唐吉诃德出来了，开始为了一天万圣节啊，花了快1500多块，真的是有点败家。然后今天幼仔的影片就自由之丘之行就到这边结束了。然后喜欢像我这样子记录我的生活啊，记录我的日本生活，随手拍这样的人都可以欢迎订阅跟开启小铃铛。然后就是也感谢你们的收看。